你知道有哪些高达会分身术吗？分身术这个词儿啊，一听就是老人这村正木叶旗的术语了，怎么会和科幻机甲的高达搭上边呢？然而事实上啊，高达作品中不但出现过分身术，还不止一部里边出现了。来，让我们简单过一下。其实高达作品中的分身术和忍者世界里的分身术所创造出来的初衷是一样的，就是迷惑敌人，骗个锁定啥的。因为在 UC 的宇宙背景设定中呢，有米氏粒子的存在，当粒子大量散布时，大多数雷达系统啊就不那么可靠了。那么想要锁定敌人，要么在近距离使用红外等光线锁敌，要么呢就是靠人眼来实现锁敌了。那么在这一前提下 ，UC 宇宙著名骗锁爱好者老阴逼阿姆罗就想出了不少歪点子。最朴素的就是拿盾牌啊、筒子啊扔出去骗锁，而且啊还屡试不爽。在此基础上呢，就出现了伪装气球这种更有分身概念的高端骗术了。这种东西啊，虽然你细看就发现长得确实挺抽象的，可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能够让敌人做出哪怕半秒的犹豫，都是决定性的。更何况这玩意儿还会埋藏暗雷，你一个不留神啊，就要大意失荆州了。如果说骡子玩那些称之为分身术的话，有点抽象。那么到了 F91 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分身术了。当 F91 全功率运作时，机身上的重金属离子就会因为跟不上机体的速度而剥离，从而形成有质量的残影。优雅点比喻啊，就是掉漆了；俗一点的比喻呢，就像某相声演员游太快，裤衩没跟上他一样。而这种有质量的残影呢，对锁敌系统的干扰啊，可以说是非常彻底的。像岳父那样的强化人，插了一脑子的管子都反应不过来，更别提普通驾驶员要是碰到这个，那该有多绝望了。说起来啊，一开始整备班的吐槽，这 F91 出击一次就要全身整修一遍，是不是也跟这个掉漆有点关系啊？那么看完了 UCC 这种能够用一定的科学原理圆回来的分身术，咱们再来看个纯种分身术。让我们掌声有请武斗传的劲高达和神高达。劲高达不用说了，人家驾驶员就是忍者，虽然用的是日耳曼忍术，这名字怎么听有点搞笑啊，但忍者会分身术很正常吧？而神高达，其实我最早对他分身术的印象就是游戏里边出现的，动画里还真想不起是啥时候用过。这次为了做视频，我还专门把武斗传快速的过了一遍，依旧没有找到神高达使用分身的出处。不过游戏里的神高达分身是可以抵挡一次射击攻击的，有点类似于影分身了。感觉原理啊和他哥哥的忍术不同，而是更像狮降的12王方牌大车轮，是有实体效果的。说完了最科学的和最玄幻的，咱们再来看两个比较朴素的，那就是命运高达开光翼以后，以及能天使等一众太阳炉机开3红以后，因移动速度过快所产生的残影了。这个道理啊就更简单粗暴了，单纯的快，加上命运那边残留了一些幻象离子，能天使这边残留了一些真人离子，就形成了残影。你现在拿出一根手指在眼前快速来回挥舞，也一样能看到残影。如果你能再甩掉点手皮屑，恭喜你获得了与开启光翼后的命运和开启3红后的能天使一样的机能了。不过命运的这个到了剧场版里边就真成了影分身了。对此好多观众啊就追问福田，这是什么原理啊？你快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对此福田表示，帅就行了，画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啦，等以后我们编好了再给你们出设定集哈，记得来买哦。那么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分身术以外，其实高达世界还有一个真分身术，那就是 Blue。 同样的基因，同样的机体，从驾驶员到机甲都是一模一样，做好几份，你就说真不真吧。好了，以上就是我能想起高达系列中的分身了。关于这个话题，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制作不易，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